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前段时间出了一期多肉夏季浇水的问题，里面关于怎么浇水的问题没有讲透，所以花花决定再出一期内容，把夏季浇水的内容讲透彻。所以针对浇水的方式做出了总结，这一期的内容有点长，但是却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多肉浇水方式，保证你看过之后有所收获，所以还请大家耐心一点，看到最后。说到多肉的浇水方式其实有5种，接下来就一一介绍给大家。1. 干透浇透。干透浇透意思是浇水的时候均匀地浇在土壤表面，直到盆底流出水为止。如果你还怕浇得不够透，还可以继续浇水，让盆底的水流一会儿。干透浇透里面的浇透2字指的就是这种方法，也是我们最常用的浇水方式。我们可以确定花盆里所有角落都已经被水浸透。但是大水浇透的问题也很明显，就是浇透后土壤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处于不透气的状态。这个状态时间不能太长，否则肉就会因为呼吸不畅而出现烂根问题，还可能进一步导致黑腐。所以干透浇透虽然简单易行，但是不是永远好用。阴雨天、空气潮湿的回南天都不适合。一般来说，干透浇透适合春秋2季，就是温度不高不低，通风又好，大多数多肉都是快速生长的阶段。但是这里说的意思只是说的大多数多肉，如果是夏行种，那么夏天就是它生长旺盛的阶段，那么这个阶段也可以用干透浇透的方法，比如夏季大多数的仙人掌科多肉、大戟科多肉、你石莲花属、芦荟属等都可以用这种方法。总结起来就是，如果多肉处于快速生长的阶段，就可以采用干透浇透的方式。2. 溜边浇水。一般肉的根系都集中在花盆中心的位置，花盆里最容易发生不透气的位置也是花盆的心部。溜边浇水的做法就是沿着花盆边沿绕圈，直到花盆底孔流出水来。只有花盆底孔流出水来，我们才能确定花盆盆壁附近的土壤都已经被我们浇透了。剩下的事情就是让盆壁附近的湿土慢慢地向花盆心部浸润。无论如何，花盆的中心部都会保持比较透气的状态，而旁边的这些花根又可以吸收到水分，从而提供一点点的水分支撑，让植物不会因为缺水而出现其他的问题。而且边缘这个地方少见水没问题的，它会干得很快。这种方式一般来说，在冬天、夏天是最实用的。这2个季节的气候差异很大，夏季休眠或者生长缓慢的品种，浇水多容易黑腐化水；冬天休眠或者生长慢的多肉，浇水多容易发生土长，所以这种方式比较适合。除此之外，阴雨天浇水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。3. 沿一边浇水。也就是说，在一个位置浇水，一直到底不流出水来。这种方法也相对安全，因为这种方法可能没办法让全盆的土壤完全被水浸润。如果此时花盆里种的是根系还不发达的肉，很可能这样浇水等于没浇，肉的根系可能完全吸不到水分。但是如果对于那些根系比较发达的肉，这样的浇水方法会更加安全。这种浇水方式比较适合正在越冬或者度夏的成年肉使用。溜边浇水和一边浇水听起来很像，最主要区分的关键点就在于，溜边是从整个盆土由外向内渗透，而一边的话则是通过旁系根来补充水分，并不能期望由外向内渗透，所以根系长势不均匀，偏向一边比较多的多肉，也适合这种浇水方式。溜边浇水和沿着一边浇水的话，花推荐用尖口的那种浇水容器，方便控制。4. 浸盆。浸盆法顾名思义，就是把多肉整盆浸到水里面，这里你需要准备一个深一点大一点的容器。另外，如果室内养殖，最好准备一个沥水的容器，用来放浸盆后的多肉。首先，浸盆适合根系发达的多肉和长成老桩的多肉，因为这种多肉必须要透气好才行，这样从底部浸盆就不会让土壤的表面过于湿润，那么透气的效果自然也好。其次，一些姜苗的多肉，浸盆能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，如果浸盆之后还是无法恢复，那就要考虑是根部的问题了。对于一些夏季深度休眠的品种来说，度夏之后来一次浸盆也能起到唤醒的作用，比如山地玫瑰。还有对于一些爆盆的多肉来说，由于植株已经覆盖了整个盆面，
可能连浇水的空隙都没有，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现植株的生长状态不是非常好。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从盆土表面浇水，表面又不通风，就会导致盆土表面的湿度会高于花盆底部，多肉的根部就会横向生长，植株状态自然也就不像之前那么好了。再有浸盆法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不会将土壤冲得到处都是坑，特别适合不喜欢铺面的肉友和一些播种小苗。对于播种小苗来说，因为太小完全不适合直接浇水，会导致将其冲倒或者冲断，所以浸盆法补水对它们来说是最安全的，也是最好的。对于养护环境来说，浸盆后，盆土表面多余的枯叶以及杂质等会漂浮上来，帮助清理了盆土环境。最后，控养的肉，长时间没有换过盆的肉，介质中颗粒土比例高的肉也适合浸盆，因为这些多肉或者根系已经满盆，或者花盆太小土壤很少，或者土质太过疏松。如果正常从盆土上方浇水，可以说是水过不留痕的，肉根本喝不到水。那么浸盆不好的地方在哪呢？不好的地方是由于我们养多肉植物非常容易招介壳虫、根粉介，而且有的植株根系不健壮，盆土中有真菌之类的，所以我们用浸盆方法的话，会增加传染给其他盆多肉的几率。另外，对于养殖很多盆多肉的花友来说，因为多肉太多，一盆一盆的去浸泡，中间可能还需要更换掉脏掉的水，时间会浪费掉很多，不是一个实用的方法。5. 喷湿土壤。这是种最理想的浇水方法，它其实是仿照了多肉原生的环境，虽然降水不多，但每天早上都会被露水给打湿，虽然每次提供的水分不多，但每天都喷水的话，就好比是露水一样。太阳照射到潮湿的土表时，蒸发的水汽不仅会向空中升腾，也会深入土壤深处，并且凝结在土壤颗粒中，保证了水分的充足，多肉自然也会长得更茁壮。这种方式最常见的就是多肉大棚的卖家和一些资深的多肉大户，因为水的量以及时机等都非常难控制，建议一般不要尝试。不过多肉12卷里的玉露、寿等倒是每天可以喷一点水到叶片上，能保持晶莹剔透、饱满开窗。多肉度下，浇水一定要控制好，非常极端的情况也可以选择不浇水，因为不浇水，多肉消耗叶片里面的水分，慢慢叶片就会掉落，而绝大多数的多肉当叶片掉落到 90% 以上，多肉本身会进入休眠的状态，它会停止吸收，此时水分蒸发的速度就很缓慢了，等到气温降下来，它的新叶子又会重新长出来，也不失为度夏的一种策略。其实多肉浇水也好，多肉夏季浇水也好，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环境，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方法。花花说的内容则适用于大部分环境以及大部分多肉，这其中肯定有不适用花花所说的方法的，比如南半球的气候，一些不常见多肉的养护等等。而且视频中的内容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总结的，可能也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，也欢迎大家指摘。感谢粉丝一直抱着宽容与支持的态度观看，花花继续努力多多学习，帮助更多肉友。我们下期见。